当共军歼10C 挂载霹雳15长程空对空飞弹，空警500开启北斗卫星进行联合封锁演练的同时，我们的 E2 预警机、Link 16资料链、MQ9无人机是否真的能让三军联手反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帮抖内啦！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和美国的 Link 16功能上有何差异？好，其实必须要说北斗卫星，你如果说在功能上它真的要比较相近的，应该是 GPS 的定位。但是北斗卫星它的这个定位方式和 GPS 卫星定位方式有小小的不同。那 GPS 卫星它本身是在黄道面上每个半球大概有12个卫星，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要透过这些卫星呢，像比如今天我们在这里台湾，那我们在上面会离台湾3颗最近的卫星，另外再抓2颗位置相近的卫星，由这5颗卫星帮你共同解算出你在地球上的位置。那也由于是广播式的方式，所以相对来说它比较容易受到干扰。那北斗卫星它这个系统它本身是什么呢？北斗卫星这个系统它本身的这个卫星定位方式是一个询答式，等于说你有一个北斗的这个定位器，然后当你需要这个定位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同时向轨道上的数个北斗定位卫星去询问你的位置。也是因为由于它是询问式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其实呢可以透过一个短讯息，比如说它在对北斗卫星询答的时候呢，北斗卫星接到了它的讯息，然后同样的这之间可以透过短讯息的这样的询答，所以相对来讲，Link 16本身它是一个战术资料链，它这个战术资料链它其实是一个环状的战术资料链。比如说以台湾的环境来说的话，我们台湾有包含像这个 F16战机，然后基德驱逐舰，还有这个成功级巡防舰，这些有装16的接收器。但像 F16战机，它也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个 Link 16的接收器也就是说它就部分有，因为 Link 16接收器很贵，所以我们过去买的这个150架的这个 F16 AB Block 2栋战机里面，大概差不多是1/3强有装上这个 Link 16的这个接收器。Link 16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它今天其实就透过一个无线电脉冲，好比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要共同 log in 一个类似像聊天室这样的一个东西，但这个聊天室它所传输的基本上是一个战术图像，也就是说我今天我的雷达看到了什么，经过我的战斗系统整理以后，把一些不必要的假讯号统统滤掉以后，然后我就把我看到的战情资讯系统丢上去，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到了，然后呢我的有机动机驱逐舰成功级巡防舰、爱国者防空飞弹或什么其他同样有装的这个Link 16这个系统呢，当我们到 log in 同一个群组里面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它脉冲会自动在我们群组中形成一个脉冲，而这个脉冲它会随着你的 log in， 它帮你每个人都会定一个序号，也就是说它会按照你每一个第一个接收器、第二个接收器、第3个 log in 的接收器、第4个 log in 的接收器、第5个这样形成一个环状的这样的资料链路。它脉冲每跑一次的时候呢，就会把你上面这个讯息抓上去一次，然后呢投在一个共同战场图像，也就是战况显示图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今天我们空军我刚刚前面讲的，由于 Link 16的接收器很贵，所以相对来讲它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买得起都能够装得起这个 Link 16接收器。但是那你说我跟我的 F16 的僚机之间，我们还是有 data link 它是靠什么？就是类似像 Link 11这样一个天线。Link 11的天线是一个放射状的天线，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在中间，我作为一个通讯主机的时候，那这时候其他的 Link 11到 log in 我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按照它，我就可以看到 A B C D E 几个，但这几个人彼此之间，他们之间呢是没有办法立刻互相看到彼此的。那这时候除非他们也能够把跟彼此的 Link 11建立起来，但是通常Link 16是一个直线式，就是一个树状图式的。那这个时候我的僚机就把他看到的东西透过这个 Link 11丢给我，那我经过我的战场任务电脑整理以后，我就把我这个讯息丢到 Link 16这个上去，也就是说我不但可以把我自己也丢上去，我的旁边几架僚机看到的或他们的战情资讯，也可以透过我丢进这个 Link 16的这样一个资讯。那我在指挥作战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你说 A 哪边有什么 ，B 哪边有什么 ，D 哪边有什么，你就帮我打。对，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那至于北斗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像中国大陆来说，北斗我刚刚前面讲，它是一个卫星定位系统，但是中国大陆他们自己也开发了自己所谓的这个战术资料链或者说称为数据链。像比如说，就是在印巴空战里面呢，就有
说到这个 Link 17，当然这是目前江湖传闻中国大陆为巴基斯坦所开发的这一套数据链这个系统，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必须要解决过去中国大陆的这个生产的武器跟西方武器之间跨平台跨接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个武器是西方做的，但是像这个中国大陆做的这个雷达预警机或战机本身呢，它会有这种所谓的汇流排的问题，就 data bus， 也就是我今天我的这个汇流排所汇流到我的战术电脑上或者我的任务电脑上的这样的资讯，怎么样去指挥跟我不同通讯协定的这些西方武器或西方平台？那但是中国大陆透过开发这个 Link 17，把这些链路给打通了，也就是说，它其实呢就可以透过例如像毅力信的这个预警机，它就可以跨平台的。虽然说它可以接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歼十 C1上，那如果理论上来说，中国大陆歼十 C1要跟中国大陆自制的这个预警机才能够完成构连呢，但是不是？他们开发了这套 Link 17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就可以让巴基斯坦的战机直接接受毅力信也就是那个巴基斯坦空军中瑞典生产的预警机的这个指挥直接的作战管制，然后等于说透过这个达成这个战术资料交换的这样的方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也可以看到这次巴基斯坦空军顺利的利用他们的这个歼十 C1战机，然后指挥导控霹雳15E这个飞弹击中了印度空军的哈法战机，其实基本上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北斗这个定位系统也很重要，干嘛呢？它可以让这个巴基斯坦空军的包含战机、预警机、各种飞机或是地面上的这个装备，都能够借由这一套的这个定位系统，把每个人的在地球上的这个位置做一个校正。因为其实你今天在空中作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预警机它会看到情资，同样的地面的红旗9的雷达也会看到情资，但是因为彼此摆的这个位置的不同，所以它对敌方的这个侦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产生这个小小的位置差。但是透过我刚刚讲这种卫星定位系统，它把每个人的这个在地球上的这个真位置校正出来以后，它就可以帮你算出这些位置的这个角度差，也就是会让你什么东西呢？预警机或者像红旗9的这个雷达看到的这个雷情资讯，能够在它的战情资讯系统上获得一个正确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这个飞弹有更精确导引。再加上我们讲到毅力信的那个预警机就瑞典的跟红旗9的雷达，基本上都是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就 ISA 雷达，它可以为它所追踪的这个目标呢，提供更精确的位置的导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对于北斗卫星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有把这些位置都加以统一化，然后由 Link 17来进行这样的战场管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Link 17它本身是一个新的中国大陆所开发出来这个战术资料链，可以用它来跨平台的，也就是跨接西方战机跟中国大陆自制的这个战机彼此之间的这样指挥通讯管制之用。那好，那在面对中国大陆的空警500甚至空警2000、3000与北斗卫星导引下的这个精准打击，我军是否能够先发制敌而非被动防守？其实这个先发制敌是最近我们台湾方面所提出来的一个新构想。这个新构想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岸的共军已经完成集结，那完成集结等于说发动军事冲突，肯定也就是在下一步紧接而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果你今天先下手为强的话，在战场上来说，你要负担的这个日后的这个压力就很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采取先发制人，你第一级攻击，万一你判断错嘞，对方万一只是把这个姿态做足，然后做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场的战术演练，那这时候怎么办？你不就可能这个变成这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吗？而且这个战争如果是由台湾先发动的话，对于北京来讲，其实是他求之不得的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他今天为了要在国际的这个宣传战上他要能够站上这个所谓的制高点或是那个高地，那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就一心的希望，就是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要发生军事冲突或无可避免的话，一定要你台湾先动手，因为你台湾先动手的话，我是被动的，我是被迫反击的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他利用两国论，让他的这个军机跨过了这个离岸10海里，然后再利用裴洛西访问台湾，再让他的军机跨过了这个海峡中线。基本上在国际的宣传形式上来说，基本上它是处于被动的也就是说，除了这个西方这个跟我们在民主价值上有相同这个价值的这些西方国家之外，其实大部分来说反而是一个理解中共的这样的立场，这对我们来说宣传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利的。好，那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今天面对两岸军事冲突的时候，我们先下手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中国大陆要持续的强化今天两岸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内政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如果在国际场上来说的话，国际的这个宣传场或是国际组织里面，相对来说可能要帮我们的这些国家，他所面对到
的由中共所能够掌握的支持他的这个声音量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事实。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从刚刚是正式面来讲，战术面来说，当然其实你看到中国大陆这么多预警机，如果在空中正式已经摆开，战机已经升空，距离我们这个台海当面已经有大概200公里远，随时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战机发动这个类似像巴基斯坦对印度战机的这样一个突袭。可不可能？绝对可能。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些负责下令第一级的这些长官们，他们就必须要考量到，如果万一在这个状况下，我真的下令率先攻击了，结果对方是在被我方攻击之后，然后来反击的话，那这个时候对我方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效益来说是殊难预料的。好。Link 16跟 Link 11在国军的联战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已经整合？那 E2 鹰眼预警机和这个 MQ9 的战场感知能力又怎么样呢？以 Link 11跟 Link 16来讲，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解释到，它其实是2个不同的这样的链路。Link 16是把你我他不同军种甚至跨军种之间的这样的平台能够串联起来。那像例如说，我们今天一出去一个机队20架这个 F16里面，它可能有4到5个Link 16接收器。同样的。空中的 E2 预警机，它也有 Link 16这个接收器，海上记得舰也有。那另外像我们的乐山雷达，然后这个大武山雷达也有。那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就会把我们看到的这个战场情资，通通投到这个共同战场状况显示幕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做成一个共同战场图像。为什么？因为你看的图跟我看的图跟他看的图，而且彼此看到的这个位置都是相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就能够将他的资源做最有效跟最快入的投入跟那个利用，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资源在最需要的地方放在最及时的这样一个时刻。那Link 11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Link 11这个天线它其实本身是一个树状的这样一个链路那也就是说，原本在所谓的海军战术资料系统 NTDS 的这样一个时代，比如说我今天我派了一组飞机出去，那这个时候这组飞机跟我之间，它可以把它的资料告诉我，告诉军舰上面的这个防空系统。那这个时候我也可以看到它。那同样的，我旁边的神盾舰我一个航空母舰来说的话，我的出去舰载机的状况可以回传给我，我旁边的神盾舰也可以回传给我。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接收来自于我整个战斗群里面各方的这样一个战情资讯，去组成我这个时候所需要看到的这个战场状况资料图。但是相对来说，我并不会去连接到更广泛的这样一个区域作战。所以到今天来讲，Link 11跟Link 16的分工呢，就变成说，今天好。Link 16，它把主要的作战载台串联以后，那像我刚刚讲啦，我们的 F16 140架，但是我们当初能够分配给 F16 Link 16接收器，大概可能就40-50具，大概1/3左右。那这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在作战上来说，战机通常是以一个分队作为作战的元素的话，通常会有1架战机带到3架战机。那这时候长机它有配备这个 Link 16，或它之中一个僚机配备有这个 Link 16这个接收器之后呢，那同样其他战机就会跟这家长机成为一个单向式的数据链，也就是我可以把有装 Link 16的数据链的战机呢资料分享，然后同样的，当这架装有 Link 11又有装有 Link 16这个资料链的长机，就可以看到我们其他3个人有什么东西。他看到我们3个人有什么东西了，他就可以丢到这个群组里面等于说这个环状的网络里面，让其他人看到我这个分队这个时候我的4架飞机我们看到的这个战场当面状况，就可以透过这样丢出去。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Link 11跟 Link 16它现在分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像我们未来战场的这个作业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例如像 E2 鹰眼预警机，或者说 MQ9 海上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它其实同样可以透过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侦搜能力，把它所看到的战情资讯透过 Link 16就直接丢到这个网络上，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可以知道你从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战场资讯有多大。当然这些可能不是一个即时的这个影像资讯，可能是用语音的方式，或者呢是用这个图像的方式。因为以图像来说，它的那个大小封包比较适宜在这样一个网络或是严格来说甚至于是一个无线网络中去传递。那无线网络它这样一个传递也会受到包含它这个封包大小，然后传递速度的影响。但是目前 Link 16它所能够传递的这个速度，大概可以算是这个战情资讯系统中可以算是相当稳定跟可靠的一个。好，那当 MQ9 侦获共军舰队或机群时，这份情报是如何传递到这个导弹的或者是飞弹的发射单位跟空军主力？时间差会有多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以这个 MQ9 它在海上看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它看到它可以透过这个微波马上这个回传。那以
这个台海当面这个距离来讲的话，这个微波大概也是会有大概约数秒钟的这样一个迟滞，就有点像是今天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在看现场，你手上呢也可以拿到人家在现场做现场实况转播的这个影像，那这个时候你去比较看看，你就会知道这种透过数位或者说透过任何的方式做现场实况转播的，一定跟你当场现场看到一定会多多少少有点时间差嘛。所以 MQ9B 侦获共军舰队或机群它的情报的回传，它透过微波，然后透过资料链回传，它其实还是一定会有进到这个系统，然后呢去那个传递的这样的时间。那这个传递的时间差到底多大，有多久？对不起，我也不能跟你说，但是是一定会有的。但是这个时间差也一定是在一个以台海当面作战来说的话，可能是可以忽略不计了。所谓忽略不计，就是如果当对方发动一个空对空飞弹攻击，大概可能需要这个5-6分钟，那它这个时间差呢也不会差到这个5-6分钟以上基本上是在你的反应时间之内了。好，如果大陆对台湾呢采取多点同时封锁这个战术，那我们的这个战场支援调度跟勤务支援会不会陷入分裂跟延迟？多点同时封锁，其实基本上就是对全台各地同时采取各种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压力当然会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面对敌军的这个大小兵力的多少，而都会有所迟延啊。那但是台湾毕竟它是一个守势作战，那这个守势作战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可以依照对敌情的这样一个研判，将我们的资源做最有效的这样的事先预置，以及呢在战场上对于战场上所需要的军队呢，能够提供最及时的这样一个资源啊。那其实这个本身来讲，它也的确是对于我们这个战场上来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也就是说的确我们的对手绝对会用各种极端严酷的方式对我们形成各种的这样一个挑战，但同样的，我们也必须要对对手有可能所做出的各种严酷的或严苛的这种攻击呢，也必须要去思索一定的对策，包含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多点的这样一个封锁都需要做到。那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目前这个战场情报分发系统该怎么做到前线单位、海上舰队、战机跟飞弹系统之间的这样一个即时交火？好，这个问题我将会在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中为各位资深军迷回答，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专属影片。因为共军进行不管是折